白瀑寺建于辽前初年，起初叫白瀑院，后来改为白瀑寿丰禅寺。久经几度损毁呢，又几度重建，现在是最后重建之后的容貌，被我等俗人呢称为白瀑寺。寺内雕塑更加真实壮观，极具文化建筑特色，对多数人来说都是此生值得一见的古寺。首先见到的呢是右侧的车神殿，通体赤红，三面六臂外露獠牙的神像呢，就是马头观音。马头观音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之一，马被誉为六畜之首。马头观音作为六道中畜生道的护法明王，被尊为古代驿马的本尊神。老百姓历来崇信马头观音，并纷纷虔诚供养，以保出入平安。像平时开车的、骑车的都会来这里祈福。不过最重要的，咱们要说在前头，这些能被庇护的人，也都是积德行善之人。作恶之人是没有福报的，更不会得到庇护。其实佛教呢，就是一门哲学，真正的文化是不会因为你的学历和出身而远离你的，因为一切皆众生平等。旁边有几座迷你的小佛塔，佛塔有很多种，这是7重佛塔的样式，也叫浮屠。所谓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佛图。车神殿对面呢是一个罗汉池，这是新建的，前2年还没有。花池比较有特色，内有各种造型的18罗汉。然后沿着车神庙，然后入口车神庙，然后往前走，有一个小水池似的东西，然后这块有一小桥，挺不错的。过去是没有这些的，这都是后来新做出来的。正前方是一个琉璃瓦所制的9狮壁，阳数中呢9为最高，5居正中，故95象征权威，称95之尊。这些造型各异的神兽狮呢，一共有9头。狮为百兽之王，寓意权威和尊严，主打一个镇宅驱邪，可带来福气和吉祥。9狮壁旁呢，就是朝拜的菩提路。刚才从下边往上走啊，然后这是入口，从这儿沿着往上走，就是一条小道啊。现在上面都有松树给你遮阳，还比较凉快。经过祈福门呢，便看到里面的云雷阁。云雷阁是白瀑寺最火爆的建筑之一。首先亭子中间呢是一口重达56吨的祈福钟，刻着365，寓意平安多福。亭子四周是水池，5条巨龙破水而出，同时呢与双凤缠绕在云雷阁柱体之上，为刚降生的释迦牟尼佛沐浴。而这个金身童子呢，即是释迦牟尼佛的降生像。释迦牟尼佛有5种佛像：降生像、禅定像、成道像、说法像、涅槃像，分别都有不同的典故。而这里的降生像既是其中的一种，也是常见的一种像。而左手指天，右手指地，这种手印呢，均为释迦牟尼佛的降生像。至于什么左手天，右手地，天下唯我独尊这种说法呢，也是网传而已。网传的多了，就没有人去探究根本了。其实我个人理解呢，降生像也是很多幼儿会走路之时常见的一种姿态，也侧面说明了人皆有佛性。总之，这个云雷阁呢，就像白瀑寺的地标建筑，也是很稀有的故事的写照，很难得一见。无论你在天涯海角，其实都是值得来此一看的。云雷阁的周围呢，还绕着日光亭和月光亭，内供着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。2亭中间呢，还有手托宝塔的药师佛、东方三圣，护佑众生身心康泰，消灾延寿。从旁边的小门下台阶就到了一个小院子，可以看到正面写着解脱门，迎面呢可以看到2尊神像和一朵莲花门，上面写着观想台。穿过观想台就是念佛堂，大家在这里切记不要打扰师父修行。沿着云雷阁继续往上走，我们来到金银山，这是山门殿，左右2个参天护法神像，他们就是哼哈二将，怒目圆睁，威武霸气，做工精美，常年矗立在此。这里的神像呢都非常难得一见。继续咱们往里走，就是天王殿，殿内是弥勒佛。咱一般来这种地儿最好是带上钢镚儿什么的，直接投在这功德箱里啊，可以不烧香，但是另一种方式就是你去往功德箱里扔点钱什么就可以，没有什么具体的限额，说1分、1毛、1块、100无所谓。然后在天王殿正殿的门口有好多人挂这种福牌，挂在树上。东课堂，
然后在西课堂的门口有这种佛事安排，再往里走，哎，就是你们关心的财神殿。就这小环境，没谁了，我跟你说。经过财神殿呢，必走财神桥，可以沾沾喜气。财神殿共2层，上面呢是黄财神。当然，一切都在积德行善之下啊。如果不积德行善，拜什么都白拜。出了财神殿，咱们继续从天王殿往上走，便是大雄宝殿。白瀑寺大雄宝殿特别之处在于，这里供奉了毗卢遮那佛，在全国范围内都是较为罕见的。毗卢遮那佛也被称为大日如来，是佛教密宗的本尊，象征着绝对的真理和智慧。而无论刚才我们看到观想台的念佛堂，还是这里的大雄宝殿，里面供奉的神像和室内的雕塑都是非常值得欣赏的，艺术底蕴十足，神像威严霸气，是不可多见的殿内陈设风格。在大雄宝殿的左侧有白瀑寺的镇寺之宝圆正法师灵骨塔，建于公元1146年，是开山祖师的舍利宝塔。我们现在往上走，这是第3段，也是最后一段，然后就直接上去了。最后呢，我们来到的就是法堂，法堂内供奉千手观音。再继续往上走，顶部是4大菩萨，也被称为四面佛。正面是观音菩萨，右侧是普贤菩萨，背面呢是大愿地藏王菩萨，而左侧呢，这个是文殊师利菩萨。然后往回走，你看这路没有？这旁边这个小塔什么的啊，